据我了解，这是一篇具有过争议的文章，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。那金明聪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他是以什么为由阻止了你的论文发表？哪有什么理由啊？他不过就是想借机让我去他家里。错！我告诉过你，你必须确定你的人设。你是一个热爱心理学专业的好学生，金明聪利用了他教师的身份对你进行了骚扰，这样大家才会更加的愤怒，从而支持你、同情你、相信你。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呀？你应该这样说：我曾经设法在公开场合询问过他多次，但他都没有正面回应。直到那一天，金明聪好像喝了酒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去他家里。这里。抱歉了，我刚刚结束上一个约谈，所以晚到了一些。没关系，你能答应我们的约谈已经不容易了。请坐吧。谢谢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谢谢。请问您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您这边结束后，我还要去见下一个，所以我可能只能给您10分钟的时间。不好意思啊。康先生，康先生，哦，你还剩9分53秒。我想问一下，在这件事情之前，你跟金明聪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你们熟吗？你对他了解有多少？师生，不是很熟的那一种，但是金明聪他很出名，只要是我们学校学心理学的学生，没有一个是不认识他的。但据我了解，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你们的学校任教了，而且他已经很久不带研究生的学生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念研究生的这2年里，只要是有关于他的讲座，我从未缺席过。有一次，在讲座结束后，我单独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想，他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注意到我的吧。你问的是什么问题？一个关于双向情感障碍的问题。据我了解，这是一篇具有过争议的文章，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。那金明聪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他是以什么为由阻止了你的论文发表？哪有什么理由啊？他不过就是想借机让我去他家里。错！我告诉过你，你必须确定你的人设。你是一个热爱心理学专业的好学生，金明聪利用了他教师的身份对你进行了骚扰，这样大家才会更加的愤怒，从而支持你、同情你、相信你。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呀？你应该这样说：我曾经设法在公开场合询问过他多次，但他都没有正面回应。直到那一天，金明聪好像喝了酒，他打电话给我，
叫我去他家里。谢谢。这案件具体的问题呢，我就不问了。但是我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冒昧。我确实是找了一个专业的人看过你的论文，你的论文论述充分，结构完整，它是一个高水准的作品。但是你作为一个研究生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是如何收集这么大量论文的数据？这些数据是出自你手吗？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性吗？你可以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上说我拿不出证据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诋毁我的专业。那篇论文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，都是我多年以来研究的心血。你要是怀疑我书期造假，也请你拿出你的证据。您别激动，我无意冒犯。看来您很喜欢您的专业。以前吧，我觉得做研究是件特别美好、单纯的事情。我经常可以对着我的研究资料做上整整1天，我可以全身心的、毫无保留的投入进去。我曾经以为季明宗他也是那样的人，他严谨、认真，又有那么高的学识。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？好很多了。但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和事件毫不相关的问题，你只需要记住：第一，你是热爱心理学的；第二，是你对季明聪的失望与怨恨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进行下一个问题。季明聪可是海事心理学会的会长，你一个普通的女学生，闹这么一出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？你问我的目的？那个恶魔彻底把我毁了，如今却只敢躲在阴暗处当个缩头乌龟。你说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像他这样的人，就该下地狱。你真的这么有信心能扳倒他？没有，但我总要试一试。康先生，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你这么做，到底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你好像跟我之前见过的那些人不太一样，你好像更质疑我的目的。可是你也并没有拒绝我们的采访，不是吗？我这么做，自然是为了让季明聪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那我换一个问题，季明聪的学生李云，您认识吗？心理学界的天才，可惜跟他老师一样，净做些有违伦理道德的丑事。不瞒您说，这一篇文章就是出自我手。你要知道，只有我知道真相，我才能更准确地帮助你，这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李云不过是被吊销了资格证，若是让季明聪受到这点惩罚，那也太便宜他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这样对我，就算他是心理学界的泰斗，我也会把他扳倒。我会让他身败名裂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我明白了。对于您的遭遇呢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是请您相信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，让您费心了。那既然如此，就不耽搁姚小姐后面的时间了，我也要回去整理一下我们的计划。有任何需求，
尽管联系我。那就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姚小姐，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。您说。据我所知，相关部门对吕云的处罚结果尚未对外公示，可是您又是怎么知道他的资格证被吊销了呢？